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的大主題，我們會來特別關注到的是有關於美加之間的兄弟情正式的撕破臉了。卡尼的最新報復行動，包括他砸75億的加幣要來硬槓美國之外，他也說了，接下來有可能針對於美國的150萬戶的家庭來斷電。另外一方面，加拿大現在舉國反美情緒高漲，甚至喊出了要挺國貨、拒買美貨，也就是 Buy Canada 這個網站哦。現在說呢，點閱率暴增了200%，軍事化的部分也同樣要去美化，在加拿大原本要買的88架 F-35，現在恐怕都會被換掉。再來就是美國的衛生紙假的肥料因此大漲，都對於美國來說有重大的打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節目開始之前，先幫我們節目按讚、按分享、寫下熱推，告訴我說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環球大戰線，記得了，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還沒有按下加入的觀眾朋友，趕快動動你的手指頭，按下加入鍵吧。這一場美加之間的大戰，正式的兄弟之間撕破臉，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加拿大這一次不只是反擊川普，而且他也在重新思考了是不是要繼續依賴美國，甚至整體的氛圍就是要來去美化。川普對加拿大課徵了50%的高關稅之後，原本以為加拿大會低頭，但是完全沒有。最新呢，卡尼是硬槓到底了。加拿大針對於美國700多項的商品祭出最高達到50%的關稅報復，甚至呢，他就說了，我們因為要打的是一場非常長期的貿易戰跟美國，所以呢，我要來力挺我們的勞工跟企業到底。所以卡尼決定要砸75億加幣來支援這些受衝擊的企業和勞工，來打這一場長期的貿易戰。現在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恐怕不只是關稅的數字而已。國內的在加拿大國內的反美情緒高升哦，現在都在喊要讓美國痛，要去美化。這一場風暴，我們今天會一一的剖析，其實已經一路的燒開，從能源、民生、農業到旅遊，一路的延燒，重挫美國。趕快來看一下細節。首先看到加拿大反美情緒升高之下，加拿大總理再次的喊話說，我們非美國的附屬品。安大略省的省長說，我將不惜一切，首先針對美國的能源來做斷電。他說有可能會對美國的150萬戶的家庭跟企業斷電，當中還會針對密西根州跟明尼蘇達州、紐約州的電力加徵大概是25%的25%的這個費用。農業的部分，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很缺肥料，尤其是在中東戰事之後，價格暴漲，一口氣達到50%。而美國將近90%的進口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的鉀肥，甚至呢，現在喊出來說，有可能加拿大就會對美國來直接斷了這個肥料。那對於中西部的農民來說，又是一種重挫。民生方面，打進美國的日常老百姓的生活的就是衛生紙了，因為美國的衛生紙大部分是從加拿大進口的。2024年它的總價值大約達到3.28億美元。而美國雖然佔全球人口只有4%，但是呢，美國人用的衛生紙量非常的多，高達全球的20%左右而已。現在加拿大的這一招，恐怕讓美國的衛生紙價格暴漲，又讓美國的通膨問題變得更加的嚴重了。包括美國的市售 Costco 啊，這些量販店其實賣的很多都是加拿大的衛生紙。而現在呢，加拿大也力倡要來自己買自己的國貨來去美化，讓這種網絡的電商平台呢，現在的熱度啊暴增。網站的流量有一個叫做呢 Buy Canada 的一個網站，現在訪客的這個瀏覽量已經單日暴增了大約200%。大家都說了，我們要買的就是加拿大自己的商品。旅遊市場的部分，今年呢前3個月前往美國的這個比例呢已經下降了大約達到1%，所以他們要繼續的重挫美國的這個旅遊市場。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加拿大掀起的去美化買國貨的一個最新運動，變得史上可以看到加拿大有前所未有的最團結嗎？這是川普所逼出來的結果嗎？那麼從能源、鉀肥、民生到旅遊的制裁，真的能夠讓美國痛嗎？卡尼現在等於是和美國正式的撕破臉，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會讓美國痛啊，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卡尼他採用的是精準式的打擊。
我覺得這一招是向中國大陸這邊學來的啊，也就是說，它更精準的是對美國的紅色州，因為中期選舉馬上要來了，所以它最精準的對美國的紅色州進行了打擊啊。這次卡尼是有備而來，而且他有恃無恐。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啊，他的反對黨派都站在他背後，所以卡尼也嚴格意義上來講也沒有退路了。因為您看反對黨所有的反對黨，他們都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支持卡尼。那你覺得卡尼還可以往後退嗎？第二個，魁北克過去都主張要獨立的，然後傳出說川普要去法語化，他們哪能接受啊？因為我在巴黎大學讀書啊，我很清楚知道法國人對他們的語文的感情跟態度啊。那這些講法語區的人，他怎麼能夠忍耐得住？說你要去，所以後來川普出來消毒嘛，說我哪有這樣講，這是講新聞啊，他們編造杜撰我沒有這樣講，那我愛死法文了，他是這樣講，但是事實上大家相信第一時間所說的，也就是他看到法語很刺眼，因為他說怎麼可以英語寫，法語也寫，這太刺眼了，要把法語拿掉，我想這是事實。那這個也激起了魁北克地區對於卡尼的支持，還有大省安大略省的省長最明顯的。他也支持卡尼要最嚴厲的方法來對待美國人，那也就是說，加拿大空前未有過的這種大團結，黨內外都團結在一起來支持卡尼，來對付這個川普的過程中，你想卡尼還能夠往後退嗎？不行了，還能夠示弱嗎？不行了，他已經沒有後退了，也沒有示弱的這個條件了，他只能一直往前打。可是，一直往前打，又怎麼樣能夠靈活的打，而且能夠打透美國？其實美加的貿易對加拿大很重要，對美國同樣很重要。為什麼？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貿易額7100億美元左右啊，這不少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如果以商品貿易來說，加拿大確實有順差。可是，如果你加入服務貿易來講的話，那就是美國順差了啊。還有一點地方是在於，加拿大賣給美國的都是不是高技術含量的東西。包括石油、天然氣，還有包括燃油，還有包括原木料等這些東西。可是如果說一旦有新的市場出來的時候，加拿大就有底氣了。中國大陸提供說，我支持你，我有這個新的市場，對大陸有沒有好處？有。大陸如果能夠從加拿大這邊得到能源的這些好的價格的話，大陸跟中東的國家跟美國談判就更有底線，更有籌碼了。大宗物資也是如此，所以事實上這是對於加拿大好，對中國也好的事。那這個雙好對美國不好，那這個怎麼不合作呢？所以中加的合作的條件也成熟了。在這個情形下，對卡尼來說，一旦他的能源不賣給美國，或是少賣給美國，那美國就必須要從中東海灣國家進口能源，而它的價格比加拿大貴的情形下，那你想想看，對美國來說這不利的影響啊，因為它的通膨還有它的能源，所以美國要跟加拿大打這場仗，坦白說沒有很大的條件跟籌碼，而加拿大在精準的對準這個紅色州來打的時候，那你想對於川普來講的話，他怎麼能招架？現在川普是表面上這個很強硬，可是我覺得以這場仗如果要持續打下去，美國川普沒有勝算了。好，那我們也來繼續的盤點，請教楊老師同樣的問題哦，就是加拿大現在痛打美國，到底哪一個政策、哪一個項目會讓美國最痛？那我們剛剛也說了嘛，打紅色州，包括了這些農民啊跟製造業，現在等於是說都被痛打啊，直接重挫川普的選票。那另外一方面，民生的部分現在也傳出說可能斷了美國150萬戶家庭的電，哪一招可能會逼川普讓步，是讓他最受不了的？楊老師怎麼看？在此之前呢，我們先問了，為什麼美國川普政府要對加拿大採取貿易的制裁？因為真的是貿易的協議談不攏嗎？還是說其實他就是要塑造這樣子的情況？然後呢，採取這種極限施壓。我覺得美國有兩個目的哈，也就在談判貿易協議的過程當中，美國是非常高姿態，而加拿大是無法接受。卡尼說的，他說最後有一些條件呢，是剝奪了加拿大作為主權國家對外貿易的權利。那我就聽懂了，也就是說，其實他是要把加拿大跟亞洲供應鏈，或者是更明確講，中國供應鏈的關係給斬斷清除。所以你清楚啊，
今年年初的時候，加拿大把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100%跟隨了美國的100%降到7%。那你看看加拿大跟美國的邊界多長多寬鬆，那這樣的根本就是美國的市場就等於是進來了。你開了中國的比亞迪的電動車加拿大的牌照，你就直接到美國去了。所以這樣子的情況，美國不能忍受。其實他是在打一個大的戰略。那當然，另外我覺得美國對加拿大也有就是貿易甚至領土上的野心。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他為什麼這麼做。那加拿大看懂看不懂？當然看得懂啊。可是加拿大這個時候真的就告訴川普，我也是一個主權國家，你不要真的把我當作你的第51州，卡尼不吃你這一套。安大略省的省長的屁股很大，他自己講的。哦，那加拿大有沒有反制的能力？因為川普想，你賣到我這邊的商品佔我整個進出口只有1%，我給你。但是他沒有進去看那1%是什麼東西，很大的關鍵，而且很多人沒有算的那1%裡面，比如說所有國際對美國的投資排名第一的，一直都是加拿大。投資我們都沒有算在這裡面，排名第2才是日本，然後德國。然後呢，你看到，即使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對美國投資很夯的時候，還是加拿大排第一。沒有在這裡面的電力，對，我們這邊寫到了，在好多的這個五大湖甚至中西部的電網，通通電是來自於加拿大的。以及鉀肥，我們也寫到了，還有這個就是原油，然後呢一些稀有的礦產，像是鉀，像是鈾，以及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民生的衛生紙。為什麼呢？因為加拿大的森林廣闊啊，所以它有很多的再生的這些就是設施在這邊。那這裡面還有提到的，我也親自去過加拿大落基山脈靠東的這邊呢，有個叫 Calgary， 它每年都會辦一個牛仔節。在加拿大有牛仔節，因為加拿大有非常龐大的就是那個牛羊的放牧，所以它有牛仔節，有相當多的牛肉是來自於加拿大。美國本土雖然也有產，但是呢，很多也來自於加拿大，也出口。所以這裡面加拿大對於美國其實有好多的這些，就是可以去跟美國扳手腕，而使美國出現就是說不可替代的這種情況。不過我最後要講的一個，加拿大之所以能夠硬起來除了他自己本身的這個非常有智慧的總理卡尼之外，以及他自己加拿大人這一次的這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能夠凝結之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他其實跟過去比較起來，他對亞洲跟中國大陸這個整個供應鏈的連結，使得他不再需要美國了。那這一次反而美國讓加拿大跟美國的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從物質上這個切斷，從心理上也切斷。好，所以現在等於是說，從卡尼總理一直到舉國加拿大都已經掀起的反美情緒。那確實卡尼的精準打擊打在了川普很擔心的紅州，那也包括了農業啊、工業啊，甚至已經打到一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甚至是投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們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特別看到的是，卡尼也打在這個軍事上面，針對於美國，他們決定呢要增加加拿大的國防自主，要來完全的幾乎啦。希望能夠做到去美化，所以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是加拿大原本規劃了，他已經說好了，這個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規劃拿這個277億的加元要去買88架的 F-35戰機，但是現在呢，這一筆預算可能會被重新檢視，就是卡尼會來重新來決定到底要不要花這一筆錢，甚至出現接下來讓 F-35搭配瑞典的斯鳩戰機這樣子的一個構想。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剛剛說嘛，卡尼說要國防自主化，他確實在這個經費上面已經確定了砸下的金額，包括今年宣布了5000多億加幣，也就是換算3660億美元的一個計劃，來加強加拿大在軍事的發展，並且他規劃未來10年之內要讓他們的國防合約交給加拿大本土企業來生產，從目前大約佔比只有40%，說10年之內要提升到70%左右，把這個製造業逐步
讓本土來做，甚至讓盟友之間來一起合作，怎麼樣就是要降低對於美國的依賴。軍事妥善率也定下了更高的一個目標哦。海軍艦艇妥善率說要達到75%，陸軍的車輛80%，空軍飛機也有85%。怎麼看卡尼的這項決定，李將軍？我試問一下哈，加拿大的這種軍事上假想敵是誰？好像沒有是美國嗎？也不應該是美國哈。那誰會侵犯到加拿大？加拿大其實跟美國是一樣安全的，北邊是這個北極嘛，南邊是美國哈，然後東西兩邊分別是大西洋跟太平洋。那他發展國防、發展軍事在幫誰？他的假想敵是誰？他每一次都在幫美國打仗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歷次的戰爭只要由美國出面去打，然後加拿大一定是在旁邊跟小弟，跟在後面摇旗吶喊哦，一直到最近的波湾戰爭。除了说最近這次對伊朗動手，這個美國要加拿大加入，加拿大不加入之外，之前包括對這個幾次的波灣戰爭，加拿大都有參加。不要忘了，加拿大還是跟美國一起的五眼聯盟的其中一個國家哈。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這個美加兩國在軍事上鬧翻哈，我覺得受害最深的是誰？如果美加兩國真的是在軍事上原來同盟都已經鬧翻了，最倒霉的是美國的小朋友。為什麼呢？因為今年的聖誕節他們就看不到聖誕老公公來送禮物了。因為每一年大家知不知道，美國小朋友一定會打電話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問說這個聖誕老人到哪裡了？那代表什麼意思？當然這個我們可以當作童話來看，溫馨的一個聖誕節的故事。可是是不是代表說是這個美國自己最大的威脅就是，如果說是從俄羅斯發射導彈的話，它一定越過北極經過加拿大才會攻擊到美國的本土。所以加拿大事實上是在美國的北方替美國當盾牌，扮演盾牌的角色。那美國不去加強自己盟友的武力，反而現在來講的話去跟加拿大鬧翻，我覺得軍事上對美國來講就是一大損失。當然短期之內加拿大雖然說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自主國防，可是我覺得要成功也很難的。比如說這是具體來講，加拿大要買的 F-35戰機，就跟美國買，事實上是提供美國軍工產業，讓它能夠持續生產下去。那你現在跟美國鬧翻，因為經貿的關係鬧翻之後，那加拿大說我現在只買一半，他還是要買，他只是不買88架，他買44架，另外44架的錢，他跟瑞典買這個施鳩戰機，可是你要知道，施鳩戰機裡面那個發動機 F414。發動機也是美國製造的甚至於施鳩戰機很多供應鏈也是美國的，那會不會美國不爽說，你跟這個瑞典買不跟我買，那我就減少對瑞典的發動機，我不給他，你沒有發動機，你的戰機就做不出來，你戰機做不出來，你加拿大怎麼去買呢？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如果說是當然卡尼有這個雄心壯志，要建設自己的國防產業提升自己的國防妥善率。大家注意到，他不是要重新建軍艦，他也沒有能力去做飛機他只是提高妥善率。提高妥善率什麼意思？我自己做自己的維修能力，比如說我的軍艦不再去美國維修，本來我這個軍工產業的部分我就投資在我自己的軍工產業的這些企業，讓他有能力來達到維修軍艦、維修飛機、維修車輛。我覺得對於加拿大來講這也是反制的一種手段。我覺得這是很務實的一個做法了。他沒有吹大牛說我要自己要做飛機，沒有，他只是說我提升我的妥善率，增加我維修能力。那我覺得將這個產業這個資本投入到這方面我想確實是有機會可以提高加拿大的國防軍事的產業。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有關於美伊戰事，帶觀眾朋友趕快來看到的是中東真的變天了。這個時候，伊朗說呢可能會加入中東北約這個組織當中，代表瓦解了美軍在中東的霸權嗎？這是一件大事哦。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做關注。那麼阿曼現在也倒戈了現在說呢，阿曼加上伊朗會來共管荷姆茲海峽，等於把美國給完全的排除在外。
另外就是伊朗的方面，它的軍武現在大升級哦，包括它的無人機見證者升級，軍火回血。這個時候，美國急找台階下。今天我們會有深度的剖析。好，趕快來看到中東最戲劇性的一幕，就是原本被外界是稱為中東北約的這個組織呢，現在又叫做麥加聯合防禦協議，竟然傳出是不是呢？接下來要把伊朗給拉進來耶？那麼伊朗確實也證實了，這是來自於伊朗的國會新聞機構負責人說的，德黑蘭確實有收到加入這個組織的邀請。那麼現在他們還在研擬當中。要知道，如果真的加入的話，代表整個中東地區的安全版圖是會重新洗牌的。尤其我們還記得嗎？在這個月的8月7號的時候，當時這3個國家才簽了麥加聯合防禦的協議，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這個概念是說，類似北約的第5條防禦條約，任何一個國家只要被攻擊，視同3國都會遭受攻擊。當時大家在解讀這個條約的時候，認為說是不是呢有一點點要制衡伊朗的意思？但是現在呢，最尷尬的是，好像也把這個伊朗給納入在中東北約當中，是不是反而把箭指向了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味道呢？過去10年也代表說，美國跟以色列，甚至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建立的美軍的保護網，已經深受非常嚴重的打擊了。那麼最有意思的是，沙烏地跟伊朗的部分呢，在2023年當時不是恢復外交嗎？當時促成的是中國大陸在這邊一手促成的。現在呢，有了這個中東北約的概念的時候，大家也在看說，代表說北京在中東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大了，也代表美國的勢力越來越往被外面推了嗎？再來看到阿曼了，這個美國的影響力我們剛剛說在下滑嘛，川普前幾天才因為阿曼在美伊談判中的立場放話要炸爛阿曼，結果阿曼完全沒有在理這個川普的。我們看到革命衛隊最近呢跟阿曼已經針對荷姆茲的海峽的事情談妥了，未來就是這2個國家一起來共治在當地的管理權還有收益上面的分配，所以他們也擬定好了說接下來荷姆茲海峽的運行如何來做呢？一共是3點。第一個，商船要經過特定的航道來運行，部分區域會由伊朗跟阿曼來進行清雷哦。再來就是可能禁止軍事的船艦在這邊航行，看起來也是完全的軍事上把川普給排除在外。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中東北約？現在有傳出伊朗可能被納入，代表中東真的變天了嗎？也代表中東整個波灣海灣國家已經不再信任美國了嗎？這個框架背後是不是也是劍指以色列？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變局很大而且已經在進行式了這個不得了我們都還留意到前段時間大陸才一直提出一個中東地區的安全新框架這個倡議這個觀念提出來，很多人都在想什麼叫做中東地區的安全新框架這個新的安全框架到底怎麼樣一回事，怎麼運轉，怎麼走？結果現在答案已經揭曉了，也就是由土耳其橫跨歐亞大陸，土耳其本身也是北約國家的成員國。那北約國家的成員國之一，土耳其也是北約國家所依賴的地缘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土耳其，它現在跟以色列的關係是惡化的它過去跟伊朗的關係也是並不友善因為不同的派系，什葉派跟遜尼派之間的矛盾。那沙特阿拉伯不用說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還有就是過去伊朗對於巴基斯坦也是並沒有說是友好的，也是有一個距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伊朗在當中國大陸幫巴基斯坦蓋瓜達爾港的時候，伊朗引進的是印度來幫他蓋察爾港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做平衡，也就是伊朗拉印度巴基斯坦拉中國形成的一個平衡。可是你看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構整個被打掉了，也就是當中國成功的讓這個遜尼派的老大沙烏地阿拉伯跟什葉派的老大伊朗握手言和，雙方恢復外交關係，而且在這一次的衝突中，我們看到沙特被伊朗打的是最小的，是有節制的，而且只打軍事設施，美國的軍事設施。這個對於沙特來講，看在眼內其實是蠻清楚的。那看得蠻清楚的，也就是說，事實上，
伊朗有意繼續維持跟沙特的這種正常的關係，繼續在走，而他把重點是放在於這個阿聯酋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酋，放在卡達、放在科威特，這個跟美國站得比較接近的這些國家裡面，重點打這幾個國家，而輕輕的碰了一下這個沙特阿拉伯，就是說你不要讓美國使用你的軍事基地。好，那新框架形成，就是當遜尼派的這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結成了麥加的聯合協議了以後，大家就開始思考會邀請哪一個國家，因為他們說我們的組織是開放的。很快的就傳出是埃及，對，現在中國大陸正要到埃及去進行國事訪問，埃及會加入的可能性很高，然後接着就傳出伊朗，伊朗在第一時間說我們還沒接到通知，現在伊朗已經證實說我們已經接到邀請了，那伊朗已經接到邀請，這個就是證明了一件事，就是這個新框架它本身並不是針對伊朗的，而當伊朗也納進來了以後，伊朗等於是間接的承諾，對於海灣國家遜尼派的不會有敵對的行為，不會有攻擊的行為了，這等於是間接的承諾。那也等於是告訴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跟也門政府，他們彼此之間這兩大國可能要開始進場來瞧他們彼此之間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順利的解決也門的政府跟也門胡塞組織，看是不是乾脆就分裂了，或者是各自成立彼此之間的地盤，或者是他們彼此之間不再打，因為這也要解決沙特阿拉伯跟這個也門胡塞組織之間的矛盾嘛。前段時間還在開火，那是不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還有可能會牽動的是什麼呢？印度跟這個巴基斯坦之間的問題了，也當然就牽動了印度跟伊朗的問題，因為這次印度整個撤資我覺得印度失去了巴基斯坦、伊朗對他的信任。然後我個人認為，未來也或許中國大陸進入伊朗，幫他把這個港口建立起來，跟瓜達爾港連成一片，進入中國的喀什，這個可能性已經存在了。整個局勢在轉變。那當然，當埃及在進來的時候，中國大陸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那麼或許中國大陸就有籌碼來去勸以色列，這個必須要放下屠刀要立地成佛了。當他以色列人說我不會成佛，我們是猶太教但是問題就在於，我覺得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存在了。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的一個結構已經是非歐美人主導的結構，我覺得新的時代在產生，都有可能朝這個方向走。當然，歐美人不會放棄了，他們一定會極盡能力的去挑撥離間。那或許變數還會在。好，這個是我們看到最新中東局勢的大變局一旦真的伊朗加入了這個中東北約的話，等於是說，現在看起來包括了伊朗跟整個海灣國家裡面許多個國家變得更加的團結。那在背後，當然也代表是不是中國的勢力在這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那當然了，美國的勢力等於是被往外推，再加上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現在阿曼跟伊朗就自己談好，也沒有在甩美國的。可不可以說美國的中東盟友現在一個一個在倒戈？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整個麥加協議現在是3個國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但也有3個國家已經表達要加入，埃及、科威特，還有就是卡達。那另外呢，其實孟加拉據說也有興趣。遠在南亞的孟加拉。对。然後現在說，大概3天之前有一個消息報道出來，現在一直在等待確認，伊朗是不是也被邀請了？那當然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這邊的邀請。所以你看到，他剛開始有3個國家，然後呢擴張 member 成員，現在呢想要去邀請伊朗。所以我覺得有2個層面，第一個，它叫做就是整個去美化的安全避險。就整個中東地區，大家在去美化。過去整個中東地區除了伊朗之外，全部都是美軍基地。當然，巴基斯坦沒有。所以，美軍基地在這一次的戰爭當中，其實第一個美國輸了2次，第二個所有的美軍基地大概都被打了幾遍，所以美國根本已經回不來他的基地重建。
因為美國現在跟伊朗這個戰爭經濟制裁會持續的消耗，所以你根本無法重建的軍事基地的時候，你現在怎麼面對可能的以色列或者伊朗跟美國之間的這個衝突？你要有個安全避險，所以他成立了這樣子一個麥加協議，這是一個防守性的軍事聯盟。它還有就是秘書處設在沙烏地阿拉伯，它還有彼此的軍事協調以及軍工產業的合作計劃，都已經到這種程度了。雖然時間短，但是呢，其實很有想法。所以有人把它叫中東北約。不過跟北約不同的是，它沒有域外國家在中東地區的駐軍來去保護這些國家，所以這是一個去美化的安全避險。但我覺得也是一個穆斯林的戰略自主。所以將來你看，北非的埃及、南亞的，就是巴基斯坦加上孟加拉，現在可能都會到這裡面。那當然，伊朗進來，這代表另外一個階段。因為代表什麼階段呢？倒不是說他們是擔心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之間可能還會再起戰爭，因為他們之間老早和解。那在過去這段戰爭過程當中，你看到伊朗他雖然有打這些海灣地區國家的軍事基地，但是我覺得相對克制，他沒有打海水淡化，他沒有打太多的能源設施哦，所以他打美軍的代表，他不是打這些國家的設施。因此呢，現在伊朗有機會進來，但是這裡面問題哦，各位，這是個防禦聯盟啊。那如果伊朗跟以色列再打起來怎麼辦？伊朗是不是要自我承諾說，我現在對以色列，除非他主動攻擊我，我不會攻擊他？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攻擊伊朗，再像前面幾年，你看他們不是經常交換飛彈跟無人機嗎？雖然隔了1000公里，那其他國家是不是跟着伊朗開始要對以色列還擊，或者是去防衛伊朗？這些問題都其實是馬上會碰到的。換言之哦，他們覺得可能接下來以色列當內塔尼亞胡下台之後啊，這個以色列的政府可能會了解到，你再像以前這麼做，可能對你自己的國家會有很大的挫傷。而他們的團結起來，也等於是警告以色列，你不可以再飛個1000公里再去打伊朗。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但也告訴伊朗，除非你被攻擊，否則的話，你對於以色列的攻擊其實也真的不必要。所以類似像這樣，可能接下來都會是一個問題。但是呢，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比當初我們只是看到簡單的3國的麥加協議啊，顯然是具有更大的戰略。對，好，從麥加協議升級到中東北約哦，顯然已經對川普構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不過這個威脅可能是事後美國要面對的。美國現在要直接面對的是来自於伊朗的軍事威脅，這個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看到呢，美國跟伊朗之間現在暫時的停戰，但是呢，伊朗已經快速的恢復它的軍事能力了，而且它的受損的這些武器系統很多呢都已經重建的差不多了，一部分是歸功於來自於伊朗的國防工業，另外一部分現在說是海外取得的這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零件啊、升級等等。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說，很多的無人機伊朗都是使用中國大陸的零組件，包括了引擎、伺服器馬達，還有呢這個陀螺儀跟這個電子元件，讓伊朗的廉價武器變得越來越強，也就是讓伊朗今天能夠跟美國打這一場不對稱的作戰。也就是我們看到伊朗它的無人機一台可能只要價2萬美元左右，但是美軍的攔截彈現在是要上百萬美元的。那美軍現在也因為呢在中東這邊用了非常多的這個軍事的支出還有這些彈藥，所以呢現在看到在印太地區就很緊張了，包括了印太的五角大廈的官員，還有呢亞洲國家台灣、日本、南韓都很焦慮甚至出現愛國者3接下來會有重大的交付延誤，日本的巡弋飛彈的這個軍售也可能會延後才拿到。川普這個時候怎麼辦呢？他也無可奈何，所以只好發 AI 圖片了。我們來看到 CG 上面這一張，他發的一張 AI 圖片，宣稱伊朗戰士，大家又說了任務完成，然後他現在要開始把撤離的外交人員送回伊朗，被解讀說是不是美國他也認為說先不要打了，所以把他們的人員先送回到中東地區，等於是有點認輸的意味嘛？將軍怎麼看？試問一下，川普跟這個伊朗這場戰爭，他的哪一樣任務完成了？這個是推翻了這個伊朗的神教政權嗎？對，沒有推翻嘛，是限制了伊朗的核武發展嗎？奪取了伊朗的濃縮鈾嗎？開放了核姆茲海峽嗎？我們看好像沒有一樣任務完成，所以這個川普莫名其妙去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仗，
到現在灰頭土臉的哈。他現在很明顯的，他現在講的任務完成。就我們這個軍役來講，是要準備做轉進作戰哈，用白話文來講的話，叫做準備抽腿跑人、繞跑掉哈，然後置中東於盟友於不顧。但你說中東這些盟友還波灣這些國家看不出來？當然看得出來啊！所以他們現在在搞什麼麥加聯合協議啊，甚至把伊朗邀請進來，就是看出來你川普繞跑了嘛。但是我們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打仗不是請客吃飯。不是說你要打你就去打哈，不是說你要跑你就可以跑。你認為美軍現在跑得掉嗎？我跟各位講，跑不掉的。因為就我們軍人來講的話，如果說你要退，對不對？你要轉進作戰，不管是你主動脫離、被動脫離，你採取何種方式，我跟你講，我一定發起追擊。現在伊朗不是在發起追擊嗎？你看他，當然追擊的手段哈，不限於只是軍事。包括方方面面，他都發起追擊。那如果說是美軍真的是任務完成，那為什麼你還要宣布一個所謂經濟制裁？這個諾曼底登陸D-Day的經濟制裁的方案，可見你軍事上面沒轍嘛。但現在很嚴重一件事情，伊朗來講的話，可以說整個波斯灣地區，那這是證明了它的火力、它的導彈、它的無人機都可以打到這些地方。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所謂麥加聯合防禦把伊朗拉進來，是不是大家認為美國提供不了我安全的保護，我變成自己要保護我自己？那美國來講要思考的是，他的軍隊還能不能夠駐紮在波斯灣，因為這些基地都被打爛，而且都在伊朗的攻擊範圍之內。所以現在五角大廈有一種說法說他們是不是準備將他們基地就不再蓋了直接往西邊撤到約旦或者以色列這邊這一線避開不要在伊朗的火力攻擊範圍。所以我覺得這次美國莫名其妙打這場仗那現在來講的話，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善後，包括川普也不知道怎麼善後，他只能用一句話：任務完成來唾面自乾。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有關於安氏的案子，我們趕快來看到是荷蘭斷供反送中國大禮哦。安氏竟然是在330天內滿血復活了，而且他對全球狂交了400億顆的晶片，尤其這當中12寸的國產平台成本最高，直接砍半，甚至還索賠了80億來反攻控制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深度剖析。好，荷蘭原本想要一刀掐死中國大陸，觀眾朋友還記得嗎？去年9月，我們當時在談的這件事是荷蘭，它政府介入安氏半導體的治理權，停止向中國供應原本來自歐洲的，包括了他們的6寸跟8寸的晶圓哦。那麼當時外界就質疑，沒有歐洲的晶圓，安氏到底能夠活多久呢？我們來看到具體數字。過去11個月，安氏中國已經成功的向全球提供了超過1000家的客戶，累積交付了400億顆的晶片，代表說這個安氏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是直接宣布說我們回來了，而且做的比在制裁前還要更強。安氏怎麼做到的？其實呢，這個媒體也特別報道了，盤點了一下他絕地重生的一些關鍵。好，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第一個，他將這個研發、製造、封測可靠性的驗證重新給它串起來，把海外的供應鏈快速的轉向本土，直接導向12寸哦，甚至已經不做剛剛我們提到的6寸、8寸，他乾脆直接做12寸。重點是整條供應鏈都一起換，國產化的比例從不到20%，現在一口氣給它拉到了大約是100%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請教楊老師怎麼看安氏中國是如何在300天之內重新拼起的全新供應鏈？荷蘭斷供反而給中國大陸的半導體自主化一份很重要的大禮嗎？楊老師怎麼看？安氏半導體這個事件簡單講，2019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就進行這一筆最大的中國的海外的併購，那個時候高達有將近270億人民幣
然後取得了安氏半導體100%的這個股權。那一直就到2025去年的9月30號，突然之間荷蘭政府就一紙命令，就認為安氏半導體的歐洲以及中國的這個廠，那事實上可能掌握了關鍵的技術，所以要拿回控制權。那這裡面就發生到的問題是，在整個安氏半導體後來這1-2年，它大概的整個供應量46%是提供給中國大陸，22%是給歐洲，6%是給美國，所以它主要的客戶其實在中國大陸。然後，但是呢，它有60%到70%是做車用半導體的提供，在中國、在歐洲都是如此。那現在他就認為說，他這個掌控的比例過高，荷蘭把它整個拿回來，這根本就是一個無理的這種掠奪，也不是要國有化，也不是政府的收購。那結果後來我們發現到的是，那中國大陸在中國的安氏半導體就開始自主，就不聽母公司的話，母公司被荷蘭掌控嘛。那然後呢，你會發現到，其實它大部分的製造市場，那尤其很重要的封裝，其實都在中国。那現在呢，它就用3個方式。第一個，它降維打擊，也就是說，它現在不做那個6寸、8寸的，它就集中在做12寸，也就是說，做成熟製程的這個部分，然後很快的，它就取得了100%的這個供應。那同時呢，它的封裝的這種優勢封裝加測試，還有呢綠色通道，因為這個時候很多車廠都不是在幫安氏而已是在幫自己。很多車廠自己面臨到它這車用半導體可能這個斷貨了，所以當他們做出來之後呢，很快的綠色通道做檢驗，也取得認可。當然，這也表示說安氏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很快的掌握它的技術，所以它的成熟技術，因為它是做12寸的，它不受光刻機的這些的這個限制。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過程。但當然呢，它也不只是在針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針對全球市場，現在超過3000家，不只是車用，很多的層面，它也恢復到它的這個產能跟它的客戶關係。可是呢，也的的確確有一些高端的車用市場，它其實是被迫放棄。那這個時候呢，當然我覺得接下來就是他努力的這個方向。那既然成熟的都已經技術得到確認。然後呢，如果技術的攻克成功之後，我覺得其實大家還是回到過去那種傳統的客戶關係。這個時候你發覺到荷蘭在這個問題上就搞個寂寞，而且把自己的名聲給搞壞。那同時呢，也讓很多中國的企業對於投資在這麼大筆的關鍵性的投資會擔心那種地緣政治介入的因素會仍然存在的。好，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現在等於是中國大陸這個安氏現在已經找到了完全一個全新的定位，它就是不做6寸、8寸，做這個12寸的成熟製程之外，其實它的另外一個優勢還有它的成本優勢，因為現在說呢，最高單顆的製造成本可以降低大約50%，這是它的第2個優勢。第3個優勢是它的交貨變快了，從原本要大概12到16週，現在呢最低只要4週就可以來完成交貨了。那它也不斷的迭代出新出了很多的新品預計會在第3季、第4季持續的推出，每月會有20款以上的新品設計輸出。那是不是代表說未來歐洲跟中國安氏會走2套不一樣的供應鏈？中國版本更有成本上面的一個優勢嗎？賴老師怎麼看？其實已經分道揚鑣了因為中國大陸剛開始的時候還抱有希望荷蘭這個國家它是講法治的但是很明顯的，荷蘭這個國家不講法律，不講法治很明顯的是非常無理所以一方面在法院上，法院本身的判決到目前為止也在延宕所以都沒有在解決問題。那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的一個事件政治的事件，那中國大陸希望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政治不能解決，那就走司法的問題了。司法到現在還沒有給中國的文泰一個公道所以這個司法的還在走。但是中國不能夠任荷蘭這樣宰割也不能任這個事情就這樣拖在那裡。所以安氏中國或者中國安氏，它採用的策略非常的明確，跟歐洲完全切斷。所以它完全不再用歐洲的任何產能，也不再用歐洲的任何技術，
他自己本身用中國自己的技術來走，所以他事實上是跟歐洲已經分道揚鑣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他利用中國的優勢，也就是中国在晶片這個部分成熟製程的晶片，因為我們當時在這個節目中也分析過了，中國完全可以彎道超車，技術超車。為什麼？因為中國在成熟製程這個部分是毫不在國際間，甚至在兩岸之間，大陸是不遑多讓的啊。也就是說，台積電並沒有佔有絕對的優勢啊。台積電佔有的優勢是這些先進製程的，而不是成熟製程。成熟製程這個部分，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是佔全世界最強大的優勢地位，60%以上都在中國大陸啊。所以你想想看，有這樣的一個半導體廠做支撐，剛剛永明兄有談到了封測這個部分又有這個優勢，整個結合起來，那你想產能在中國可以100%供應，所以它的技術是完全跟歐洲脫鈎了，所以它是100%的國產技術，那完全在中國生產，而且它的成本可以降到這麼低，交貨時間更快，那你想它本身的競爭力當然就比歐洲的還有競爭力了。所以我個人認為說，中國大陸目前來講安視中國的成功，我們講說滿血復仇，但是我覺得這個仇還沒報，這個只是先擺脫原本被於歐洲安視荷蘭的控制，中國走出來的，這第一個。第二個，有多少歐洲廠是在中國？事實上他們要用的就不會是從歐洲進口，是從中國進口的這個晶片了。因為很多歐洲的汽車廠在中國，它用的就是中國的安視鏡的產品了。是，那這個跟歐洲已經脫鈎了。所以我個人覺得，歐洲的這個安視只會越來越衰敗，越來越小，而中國的安視會越來越大。但是這條官司案還沒了。另外，中國對於荷蘭的這樣的一種背信忘義，而且想要併吞中國的企業的這個行為，中國不會放過荷蘭的。對，目前荷蘭的轉運地位事實上已經在削弱嘛。是，原本中國很多的轉運事實上是透過荷蘭，我們很明確的看到荷蘭在中國的影響力跟地位也一直在衰弱中。我覺得未來的政治的反擊還是會有的。對，如賴老師看到說，這個中國大陸對於荷蘭的政治反擊是完全還沒有停下來的。所以最新呢，其實在今年的5月份，中國是直接在法律戰的部分繼續的打下去，他直接一狀告上法院，就是告安視。他要求說，接下來不管怎麼樣，因為現在荷蘭等於還是控制着安視的，那麼他希望把股權跟控制權都拿回來，還求償最高達到了80億人民幣的金額。我們剛剛說了嘛，雖然他這個絕地重生，但是還沒滿血復活。因為呢，我們看到其實呢，文泰想要完全掌控安視，但是還是卡住的。部分的海外公司還是不聽文泰的，所以上半年的營收其實只有15億人民幣，反而是虧損大約達到4億元左右的。接下來中國政府還有什麼手段能夠幫安視討回公道？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個安視這個晶片哈，它不是什麼先進製程哈，更不是什麼連成熟製程都提不到，它叫什麼晶片呢？它叫雞飼料晶片。為什麼叫雞飼料晶片呢？你知道餵雞來講的話，這個雞飼料不怎麼值錢哈，這個啥雞？可是你雞不吃雞飼料，它就長不大，你知道？那同樣安視這種半導體的晶片就是這種東西，就是說你車子。你現在先進的車子，如果說你不裝這種晶片，你車子就沒辦法賣出去。因為我們簡單來講，比如說車子來講，跟車的像現在來講，大家開車哈要有跟車的這種功能哈，對不對？要有這個後視鏡，旁邊要有車道變換車道的時候要有警示的功能等等哈像這些來講都需要晶片，所以一輛車就要用到很多的晶片。所以安視不是很先進、很先端它只是一般的這種晶片。但是這一家安视半導體原來是荷蘭的公司它因為經營不善就快要倒了，你知道，在2019年的時候，中國的文泰科技就把它收購，所以它变成是文泰科技下面一個旗艦公司。當然最後在2025年的時候，荷蘭政府用這個強硬的手段，硬是把這個安視這個半導體它的管理階層取消掉張文正原來是 CEO 嘛，取消就不讓他限制他不可以去經營這家公司。可是你要知道，這個半導體從研發到這個生產就是封裝了到最後銷售都是中國在做。那原來在荷蘭那邊只做什麼呢？他只是交給德國在
德國的漢堡，還有英國的曼徹斯特做6寸晶圓的晶片，6寸晶圓那麼小嘛，不要小。那當然它能夠切割出來的那種晶圓，那叫晶圓。然後如果切割出來，它當面積比較小，那現在做到12寸，切割出來的晶片就會比較多嘛，所以它成本可以下降。當然了，這官司繼續打下去，可是這個中國也這個文泰科技也不是省油的燈哈，他之前他就不要在荷蘭打官司，因為你荷蘭法院不公正嘛，所以我在中國這邊提告，在中國的東莞人民法院提告，告什麼呢？告反外國制裁法，用這條來告控告這個荷蘭政府構成所謂歧視外國這個製造。這個條約相關條約，他依據這個條約要你賠80億，那同時起訴有哪幾個？荷蘭的6個人。大家不要小看，你說在中國告荷蘭公司的人有沒有影響？我跟你講，影響可大了。為什麼？就像是剛剛賴教授所講的一樣，這個半導體很多是供給汽車用的。那試問一下，包括德國的汽車，還有很多全世界的汽車這個哪一家汽車不是在中國生產製造？那你看看你文士這你荷蘭的這些企業的人員要不要到中國來談生意？那你如果到中國來談生意，這6個人，我中國法院就有權將你起訴，將你扣押，將你約談。那甚至於這個你要進來談生意，我就有權去這個抓你。那你生意還做不做？所以你不要小看這一招，這一招其實很狠的。你是不是荷蘭公司來講的話，你那邊的部分人你就不可以到中國來談生意？可是很多的汽車、很多經銷是在中國經銷的，那你要不要到這邊來？你當然要到中國來。你到中國來，中國法院就可以依據這條把你約談。那你其實生意還不要談？你生意還不要做？你根本就不要做生意。所以我跟你講，這招很狠的，根本就是釜底抽薪。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關心到是西藏跟尼泊爾山洪瞬間吞掉了整座的口岸，這一場意外造成了165死，超過1000人失聯，這是來自於我們收到的最新的統計。那在此刻，中國大陸出動了包括它的這一些神器，像是運20、翼龍等無人機來全機出動救災。到底為何發生了這樣的憾事？等一下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節目開始之前，我們節目也先向這一場災難中包括的罹難者還有這些家屬表達深切的哀悼，也向所有受傷的家屬們還有民眾致上最深的關懷跟慰問。好，我們先來關心這一則新聞，就是發生在尼泊爾和中國西藏的邊境發生了這一場跨境的洪災。那麼監視器當時其實是有拍到的，在吉隆口岸的民眾，原本其實他們都還是站在這些街道上自由的在行走啊、移動等等的，但是1秒鐘發現不對，突然間所有人狂奔哦，就是因为山谷後方一整道的數層樓高的黑色水牆朝着口岸高速的衝來。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其實影片我們可以看到，短短的不到10秒鐘的時間，洪水跟土石就這樣子衝過了橋梁，吞沒了包括5、6層高的所有當地的建築物、大巴士、民宅，還有玩具哦，就像玩具積木一樣，就直接被沖走。那原本在逃命的人，很快的就流入在這個黑色的泥流當中。另外一股洪水也衝進了尼泊爾的河谷，包括了當地的道路啊，還有甚至水力發電設施，全部都被夷為平地。這一場災難一共是造成了165人罹難，這是目前最新的一個統計。當然，累積數字還是會在上升當中，超過1000人失蹤。當中的外籍旅客有11個國家，那麼外籍旅客當中還有數百人到現在都是失蹤的，比例甚至說高達了80%。而現在其實又正值剛好外籍遊客來的原因，就是因為西藏朝聖還有這個喜馬拉雅的健行活動，所以有非常多的外籍旅客。後續檢討也有人在說呢，這一道
黑色的水牆到底是怎麼來的？專家也比對了這個衛星的影像之後，發現當時是有一座是達到了5200公尺的一個海拔的5200公尺的一段冰川從上面崩落之後，有大量的冰塊，還有岩石、泥沙，就向着下面的這個1200公尺下方的河谷不斷的傾瀉，才造成了這一起意外。那賴老師怎麼看？美國的很多專家根據衛星圖，他們推斷有幾個可能性3個因素疊加在一起，所以造成這樣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悲劇主因是來自於氣候暖化所以他們一直主張認為，這個美國總統川普應該要重視氣候暖化的問題了，不能夠再不重視了，因為現在最重視的是中國跟歐洲，那中國大陸現在要申請來辦這個氣候這個大會全球氣候大會，之前在巴黎有辦過全球氣候大會，但是美國的川普一直說沒有暖化，沒有暖化，要燒這個煤炭，要燒汽油，要燒石油不能夠走這個綠能這個是美國川普一直在做的。但是今天整個地球的氣候異常已經是到處都是了，也包括在美國在內，洪水一下突然間來，森林大火突然間來，這也包括在美國在內了。所以氣候暖化是鐵一般的證據，鐵一般的事實。科學家他們認為說，第一個是因為氣候暖化造成，所以冰層開始溶解，但是你肉眼不見得看得到，可是底下都已經開始溶解了。第二個就是岩層比較脆弱的地方，它就因为溶解的關係開始鬆動了，所以等到鬆動以後，那個重壓，那個雪塊的重壓壓下去一下下來的時候，就造成了整個從剛剛講5200米，然後直接墜落到1200米，他們馬上估算以後發現會造成地震規模5.2級，所以就整個地方就被震開了，震開以後呢，那麼我們看到的整個雪水就是雪融掉的水，再加上原來的河川帶來的這個比較脆弱的這些土質都被帶進來的時候，那麼它再加上溫度，那麼也開始在融化的過程中，就形成了這樣的一股大的洪流，那就整個往下衝下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悲劇事實上還是真正的原因還是來自於氣候暖化。川普真的重視氣候暖化了，美國不加入什麼都做不起來的。好，所以也是因為這一起災難現在大家也才重新檢視有關於氣候暖化的問題所造成的各式的災難。那這一起的災難當中，我們看到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下令要全力的來搜救這些失聯的人員，還有救治這些傷患。中國大陸這一次也出動了各種的這個科技救援神器。那這當中我們也來看一下細節。CG 好，首先是包括了殲20，可以快速的將指揮人員這些裝備送上高原；翼龍無人機可以恢復災區的通信，還有做空拍找到受困點，生命的探測儀等等，還有3維雷射，這是可以建立災區的立體的地圖，來監測山體、邊坡、堰塞體是否有在做移動。那當然了，地面上我們看到 CG 我們也有強調說，有數百名的消防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有到現場來做救援。楊老師怎麼看？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警訊哈，因為整個氣候暖化造成，連不只是冰川開始在溶解，你造成像尼泊爾整個世界最高的區域，大家引以為是爬山的聖地，結果呢產生這樣子的一個冰川崩解的，然後造成現在大概預計超過1500人失蹤，那死傷更多。我覺得中國大陸在這一次的救災上面整體非常的快速，翼龍無人機就是一個空中的等於叫做機台它作為一個就是因為在這個區域根本就已經斷訊了，本來就訊號就已經不是非常暢通，那但是呢，你怎麼樣去做這些資訊的連結，這第一個很重要。第二個運20，你當然就是這個所謂的空中的這種動脈的這個直接的連結。我看了今天上午的時候呢，在成都的雙流國際機場，也有就是民航機整個載運相關的物資要送往日喀則機場。那日喀則2個機場，一個是日喀則機場，還有一個叫做定日機場。那定日機場離在中國大陸日喀則這附近的災區比較近，讓他們很快的這個運送。那運20也扮演同樣的這個角色。
那然後你看到直升機是一種點對點的精準的這個運送，那人力當然要盡快的到，然後呢做一些救援。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因為它處於真的是相對的遙遠，然後整個救災的這種情況啊，真的是慢一分就可能會損失一條人命。可是現在你看到，這的的確確不只是一個國家，我覺得它的警訊是對全球的。那可是在中國跟印度跟尼泊爾這邊的救災的行動，你就看出來這個差別。那大陸這邊的整個救災的這個行動啊，感覺上就是空地之間的整個結合，事實上比較快速。好，這是整個救災的過程哦。那我們也來探究一下這一起災難背後發生的原因。剛剛賴老師特別強調有關於氣候暖化的問題。其實尼泊爾過去30多年來已經消失1/3的冰，最近10年的融冰速度更是快了65%。冰川再加上凍土的融化，讓山體越來越不穩，即使沒有暴雨，也會因為這些冰岩的崩塌引爆各種的災難。酈將軍又怎麼看？當然，這個整個喜馬拉雅山西藏地區範圍是非常廣大，你沒辦法對每個點都掌握到它的一個動態可是最起碼你要在有人居住或者是旅遊的景點來做相關的措施，防範這種事情的發生防範悲劇的再一次的上演那我覺得有幾種方法，第一個是監測你怎麼樣來監測？其實以現在的科技，你可以用這個大型的無人機，用衛星這或甚至於在地面上面用雷達來隨時監測山上面的這種冰川、冰湖，還有地形它的變化。如果發現這個冰川已經膨脹了，那代表它有可能會崩裂這是第一個，就是我監測。那當你發現有這種徵候來講的話，第二個你就要有預警的措施就是像這條河谷來講，河谷上游你可以設立各種警報地點，設立這些警報設施。如果發現水淹到某種程度，代表什麼？代表說是這個已經有崩裂的這種徵候了。那最起碼可以替下游的這種民眾或旅客爭取20到30分鐘來做相關的這種徹底的工作那第三個，一旦這種警戒發生了以後，那你不能等到發生來不及了，在這種有預警的時候，就要立刻的封路將這個要進入這個旅遊區的這種遊客來講，因為像這個地方是旅遊的景點嘛，旅客你就不能再讓他進來，就要封路。最後當然是說這個地區人員要趕快撤離，要撤離到什麼地方呢？要撤離大概評估以這次來講9公尺的高度20分鐘撤離9公尺。